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来玩撸铁圣新出的这一款 DL 比例的御天敌。哇，这个家伙的个头还是不小的，到头顶全高32公分，全身的合金非常多，拿起来也是特别的有分量。我们给它上个秤，重量也是来到了1676克。哇，配件的内容：赤铁双刃剑以及这个大盾。 可惜大盾的握持方式只有这样扣在手心里边，如果根部这个位置能加一个旋转就好了。鼓鼓的造型，刻画的还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涂装全金属漆的效果，并且在这一块的内部里边有一个强力的磁铁作为灯效的激发开关。铁皮快乐枪刻画的细节层次还是非常丰富的，这个地方有赛星纹的凹刻，涂装很细腻。 上边这里可以活动，下方这里还有一个圆圈也可以活动。我们拿出盾牌来，从这里吸一下。第一档常亮的黄灯，第二档闪烁，第三档呼吸灯。老鱼头标志性的赤铁双刃剑，整个的剑刃也是金属漆涂出来的，上面还有一个渐变的效果。红色的握把从这个地方可以摘开，变成2把砍刀。 造型方面来说做的也是不错啊，不过前方这个地方小心一些，挺尖锐的。胡须头上的这2根眉毛是软胶的材质，这一根上面还有赛星纹的刻画，并且专门做出来这个弯弯的造型。眼神相当的不错啊，里边的瞳孔有一棱一棱的刻画，整个的面部线条以及最后胡子的纹理处理，效果都非常不错。软胶的胡子也不用担心崴断了。再拿出盾牌吸一下。 点亮眼灯的效果会让这双眼睛显得非常有神，尤其我们拉近来看，瞳孔里边这种细节刻画非常深邃的感觉。天线的侧面还印了非常细小的赛星文字，特别精致的涂装。另外还有一颗替换头，仔细对比，2个眼神不一样。同时头盔这里又刻画了裂纹，只不过离远了看的话不是很明显。如果这里伤口上面涂一点银漆，效果就更好了。 挑起一个眉毛的感觉也很有神，在关闭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渐渐变暗的效果。领子这里做了非常丰富的细节刻画，里边的管路纹理层次都特别的好看。脖子用了双段的关节，可以稍微的点头抬头，左右旋转的时候注意胡子，可以左右扭动大概45度。胸口的装甲细节罗列的也是非常丰富的，层次很好看。这块银色的零件。 和窗户的上半块根部都是球形关节，可以进行活动。里边的这一圈还可以来回的转一转，增加了它丰富的细节量。这一块裸露出来的电线都是软的材质，根部的这边还用了磁吸进行固定，防止你揪断了。想法做得很好啊！肩部装甲，双关节可以拉出来。 这一块的造型和涂装也很精美，胳膊合金的骨架，2段的关节可以抬得很高。下方这里的2根管线其实是2根橡胶皮筋外边绑的棉线，来模仿那个管线的效果啊，这点做得很好，又不影响胳膊的可动。同时这一块你也可以摘下来，万一你扭的大了，它的磁吸扣子还不会损坏到，很不错啊。 腋下的轮胎是橡胶的材质，摸起来很有手感，但是这里不能转动。根部里边还有蝴蝶关节，因为有这2根弹力皮筋的存在，举起胳膊是没有问题的，往后举也不会干涉到。前提是我们需要把这个磁吸的管线摘下来，而且它有2个档位啊，你可以往这儿吸，也可以往这儿吸。2头肌旋转的时候小心装甲的边缘，手臂上的层次细节处理也是非常漂亮的。 甚至仿出了肌肉的那种感觉。手肘在弯曲的时候，注意打开这块银色的装甲，腾出更多的空间。举起来，曲臂的幅度还是很大的，并且下方这里不会脱肉。肘关节一共有2段，第一段活动的时候没什么，第2段细节就来了。注意皮带联动的这个轮子，可以跟着一起转动，非常的好看 ，nice。 不可变形的玩具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这些丰富的细节，真好看。后边这里的管线也做了丰富的金属涂装处理，小臂上方这里的刺也是有还原出来的，并且这根刺还可以射出去。暗器袖剑，手腕球形关节的活动，全指可动手，
根部的活动范围相当的大，所以任何的手型都可以摆出来，非常的仿生。腹部这里的刻画也是相当细致的，感觉身上的这种零件全部活灵活现，而且前方连同裆部的这2根管子，它和上方这里不是连接的，这样你在转腰的时候就不会干涉把它撇断了。但是转腰的幅度并不大，还挺紧的。转完了以后，记得把它调整好，2根软管的材质。但是上方的胸口根部还是可以旋转来辅助转腰，摆出更大的造型可动。左右弯腰也有一定的幅度，弯腰的幅度还不错，而且弯下来之后，整个后背的一片一片的脊椎，相当的好看。包括背部的这些小细节点缀，软胶的披风。网格做的很细致，并不会出现什么水口飞边儿，切的都是很干净的。根部有一个3方向活动的连接转轴，可以抬起来，这样拧，这样转，并且这一片边缘也是软胶的材质，盘出来的这些管线。胯部这里涂装、细节纹理刻画都是没有问题的。外面的侧裙甲根部是双段关节，可以折下来，这一块是合金的材质。下托式的双关节腿。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的合金关节轴拉下来，前踢90度，超级重的一条腿，但是这个支撑稳定性还可以。拉出关节，后踢也能有一定幅度，侧抬也可以达到90度，但是这根轴就没有前踢的支撑力度那么好了，毕竟这条腿太重了。膝关节弯曲的时候，打开这一块的橡胶轮胎，腿肚子的这块装甲拉下来。就可以进行双关节的屈腿，叠起来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而且里边的大块合金骨架也不会脱肉。大脚丫同样刻画的很好，脚底是2块巨大的合金铁筷子，在这个位置里边还隐藏着半露出的轮胎，这块也是橡胶的材质啊，这个就不能滚动了。左右的接地关节幅度非常的大，前后同样是可以活动的。把这一块的造型刺掰开，脚尖也是有一定的活动范围。整体的造型来说非常的不错，该还原的细节都有做出来，甚至在一些细节小联动的地方还能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对于喜欢电影的玩家来说，老芋头的 DL-X 比例目前还是第1款，而且这个素质做的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全合金骨架，关节的阻尼感调教的还是挺不错的，扎实的用料和手感也让这款的质感更为凸显。非常漂亮的涂装和做工，再加上能完美还原出来电影里边老芋头身上的一些细节以及丰富的层次点缀，都是这款最大的优势。但是目前产品素质上手把玩以后，确实也不愧对它撸铁圣的这个品牌名。928块的预定价格其实不便宜，但翻回来咱们说这款产品的素质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对得起它的价格的。全合金骨架、做工釉料材质这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加上丰富的刻画细节和 LED 灯的融入，不同的地方使用了不同的材质，来完美还原出电影里边老芋头的那个形象。唯一可惜的可能就是没有孩之宝的授权，但翻回来咱们再说，如果是孩之宝授权的30或者千之恋这些厂子来做的话，估计这个价格怎么也得1500到2000以上了。所以最后总结，产品的素质很高，价格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款御天敌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集咱们就玩到这儿吧。